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是30+女性在人生中可能会遇到的风险与困境。30+的人生阶段一路走来，经历过高峰，穿越过低谷，历经沉淀，更懂得什么叫稳。因为有很多人并不愿意当众暴露自己的风险，所以你们来到这里，什么说服了你们？因为正好今年我跟我男朋友刚刚努力买了一个小房子，刚刚有一个小家，然后也背上贷款嘛，然后就意识到啊，如果意外发生，这个房贷怎么办呢？然后我的份额又怎么安排呢？那不可能让我的妈妈和我男朋友再卷进来一起还房贷，我就觉得好多问题哦，尤其是财产问题。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是，我和我男朋友毕竟还没有结婚，然后买房是我们第一次谈钱。我感觉谈钱有点伤感情，尤其是我还要谈这种利益分配，我的份额分给我妈妈还是分给他，就这些都是有点伤感情，但我觉得不得不谈的问题。在我现在意识非常清醒而且很理性的情况下，先把这些梳理清楚。因为我有很多疑问想解答，但是有时候我查什么豆包啊，查什么软件啊，给到我的，可能也不是那么准确。我现在快50岁，而我的家庭又比较特殊，我的爸爸、我的姑姑、我的姑父、我的妈妈、我的后爸，就是这些老人们马上就会，对吧？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生病啊，或者所有的问题。我一个人的话，我工作那么忙的话，有没有人可以帮到我，或者替我分担一些？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我们家你去看了，我们家那些还他们给我的陪伴是最多的，给我到心灵的慰藉也是很多的，就是我也想对他们很好的有一个保障。那我是自己有孩子的，但是我孩子因为不是我的原因啊，被送去国外去了。其实说句实话，我真的有什么事他，对吧？也是不一定，他有他的生活。那我这个年纪的人，在有生之年怎么好好的、平安的度过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来找一个这样的解决的问题。那感情没了就不知道那时候他跟我妈妈会不会有一些纠纷啊？我觉得有必要讲清楚。不至于吧？看起来是一个人的遗嘱，最后其实是一家人的关系。婚前财产公证，你们在意不啦？因为如果我突然有个意外的话，谁来决定我拔不拔管？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糊涂了，钱花不到你身上，你身边爱的人还因为这笔钱打起来了，怎么办啊？不能说这个事儿了，所以其实要翻脸了啊！买保险就是买平安。本节目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哦，欢迎来到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的《初入职场金融记》，这里是人身风险防控中心。支长你好，检测到你提前10分钟到达，有什么可以帮你吗？我这次是代班文涛来上这个初入职场金融记的班啊。好的，我已了解。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那你觉得我和文涛谁的能力更强呢？我能当这个最满意风控代理人的概率有多大？
硬核基础储备，监测到唐九洲和文涛均属数字计算加空间联想双高型选手。不错不错。唐九洲以高考647分进入北京邮电大学，擅长逻辑推理。2、独特资源优势，唐九洲能凭借团队协作意识和共情能力打动委托人。如果结合他在节目中展现的敏感细腻和快速学习能力，很适合成为优秀的代理人。但是，唐九洲在顺风局表现亮眼，但通常成绩在上游，但不是第一。脑子聪明。好了，再说多就是烦了啊！好，可以，所以我还是可以的，是不是？那这个得到这个优秀的代理人的这个称号，我势在必得。文涛也就那样，好不好？你用100个字精准的夸一下唐九洲，把优点留在大屏幕上，不要退出。你是唐九洲吧？金融领域你超有潜力，懂得灵活决策，不固执，你一定能成为合格的优秀代理人。哦，这是大家写的口号，是不是？开早会，哪个是我的工位？哦，这是我的小盒，送给文涛的腰靠，哎，太贴心了，哇！大家怎么还没到啊？都几点了？上班啦！你是唐九洲啊？金融领域你超有潜力。哇，我来的时候怎么没有这么一段来给我夸一顿先啊？给他情绪价值拉这么满，弥补团队缺口，觉得我们有缺口，对，不够好，我们的缺口，我觉得我们该向上管理一下了。我说实话，怎么办？我们要对他表现出我们的敌意吗？我们教我们的后辈做人。唐九洲出来。就想要就得到。我的天，这个位置是我的，太牛了！哦，这是荣誉墙，我听文涛讲过，每一期的优秀代理人会挂在这面墙上啊。我先把第2面墙站好，真好，既来之则安之啊。他已经宣战，如果他直接今天来第一天就拿第一怎么办？我们的脸往哪里搁？九州人呢？别努力了，哥们儿！怎么才来啊？电脑里打的斗地主呢吧？要不起。装什么用抠呢？问一下德高望重的前辈怎么称呼吗？你看我这肩膀，是，看我这气场，哇，又垫了几层？没有，这衣服自带的。你是来拿第一的是吧？我是来拿第一的，让你拿第一，我们的脸往哪搁？今天我们4个人就会好好针对后辈，给后辈上一场这个职场课。没有来过职场是吧？第一天上班是吧？是。上次我知道涛哥得了第1名嘛，那谁是第2名？没有第2，就我原来他有点断层吧，3个人被狠狠的击败。他故意的，他就是来羞辱我们。你们3个人一组啊，败的合理。等着啊！哇！这是什么？啥？这什么拼音呢？愿得第1名，白首不相离。这唐九洲他的目标，我觉得很棒。九州想要，九州得到 ，It's OK。嗨，欢迎来上班。看到了你的愿得一人心，愿得第1名，白首不相离。能看懂啊？蛮有意思的，我觉得挺搞笑的，而且一点都不怯场。我觉得我和涛哥还是有点差距的。为什么？他还得努力一点。有点紧张感了。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学霸，所以他应该对自我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他也是可能想要争取这个最佳代理人。
但我觉得我们也不差。我词典里面就不存在害怕这2个字。哎呦，哦 ，hello， 老师好 ，hello， 我是今天的金融专家唐思思。我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于 UIUC， 曾经在国内某家头部的券商任首席分析师，现在加入了中国平安，任一名保险康养顾问。我当年呢是数学差1分的高考状元。哇塞哇塞！我在30加的这个年龄段也做出了一些看似不被外人理解的选择。那我选择成为了一个妈妈。机缘巧合之下吧，然后我就看到了保险行业的一个机会，然后我就做了一个保险顾问。入职1个月之后，很快就拿到了行业一个比较顶级的荣誉。哇，感觉唐老师是很多女生梦想中的自己那种感觉，非常优秀，然后又稳，然后又智慧，很勇敢，也很佩服她，就是那种小时候梦想成为的大姐姐的样子。我是通过高才计划加入的中国平安。平安用职涯发展、技能提升、客户服务、产品覆盖这4项坚实的支持，打造10好优势。总结一句话就是好发展在平安。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其实是叫中女困境。哦，因为今天我们的2名委托人其实都是属于这样一个年龄段，30岁往上加一点点。哦，今天的第1位委托人是倪虹洁老师。居然是她。倪虹洁姐姐19岁因为中国第1支内衣广告爆红，但是也背负了污名。28岁凭借《武林外传》中祝无双的这个角色被大家所认知。为什么要捉弄有情有义的我？但是在31岁的时候又遭遇了婚姻的婚变，掉入了人生的陷阱。我都惊呆了，我竟然欠了银行那么多钱。我更多的是想保护别人，但是突然我觉得我自己也是需要保护的。作为女生，其实我非常能理解倪虹洁老师今天这个主题也很适合我，让我来寻求一些解决办法。挺能理解，我觉得。像倪虹洁老师，因为她之前有一些自己的特殊经历嘛，但我觉得经历过一些东西之后，她产生了一些，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是顺其自然的想法吧。因为她肯定是奔着目标去的，我们可能就帮她看看这个过程中有什么能帮她风险规避掉之类的。我知道倪老师有自己的伴侣，那就是会很复杂。另一位委托人杨汝晴。最显的不公主，不好，再来一次，公主吧。如今她独立创业，恋情也在转型婚姻的关键节点受到大家的关注。去年刚刚迈入30岁的她说，30加不应该年龄焦虑，应该是更懂自己、更懂选择的黄金期。她想在未来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我跟我男朋友刚刚努力买了一个小房子啊，如果意外发生，这个房贷怎么办呢？我的份额分给我妈妈还是分给他？就这些都是有点伤感情，但我觉得不得不谈的问题。杨汝晴她应该和她恋综的这个对象，应该是他们有事业捆绑在一起的。没错啊，所以他会有这个合资买房。我觉得他这个合资买房这个听起来法律上漏洞就很大。因为结婚的话，法律就帮你把丑话全说了，但说你没结婚的话，就得自己去做这个准备。就因为等于说他不进入婚姻关系，他就没法进入这个继承的这个法定的保护里面，所以他可能就需要前面去做一些这个婚姻关系外的一些约定。第一，就是真发生这种极端情况的时候，他希望由谁来继承？男朋友是不是他想要考虑的继承对象？这要看委托人本人的意愿。那接下来呢，你们会要通过电话跟我们的委托人进行沟通。为什么选择电话？是因为在我们实际的工作场景中，我们并不能第一时间就见到客户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先通过电话也好，或者微信也好，这种远程的线上的方式，跟我们的委托人达成一个初步的关系的建立。在无法当面交流的情况下，如何通过电话快速获得委托人的信任和选择，其实非常的重要。明白。
1个小时的总时间到点了之后，这台电话就再也接通不了了。这个顺序你们自己选择。那我们大概一个人就是10分钟左右了。哼，那我先打，你们等着吧，你们一句话也聊不上了。已经开始。你好，倪老师，我是9周。好，不太方便哈。马上换下一个。就讨厌名字里有酒的。那咋下班了？走。这次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的上班，所以我觉得打电话的这个过程，相当于是我跟我人生的第一个客户去接触的过程，所以我还是很紧张的。这个规则并不是一个让我害怕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表达是需要一些勇敢、高效的沟通，高效的去理解他们的需求，很自信的把自己的专业拿出来就可以了。因为之前我们也经常会有一些电话咨询，确实我觉得也久出战场了，有时候确实该重新历练起来了。我给你们讲一下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一会儿我们还会来一个金融专家唐思思，跟你们一样30加资深金融专家，而且当年是证券首席，会给你们一些建议。Hello， 你好，坐。因为呢，我们会有5位风险代理人，他会来帮助你们挖掘你们身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风险，提出一些专业的建议。他们第一轮会跟你们电话沟通。如果你打完电话，你觉得说，这就是我要选的人，你就可以直接告诉他说，我就要你。好，那剩下的人就不能再给你打电话。哦，我们也可以等他全部打完电话再决定是谁。但是有可能你就会错过，也有可能会被我抢掉。是的，他可能先选你，然后你就已经喜欢他，就抢掉。突然莫名紧张，我不知道他们紧不紧张，我怎么突然有点紧张？你是甲方，甲方我没做过甲方，风控代理人是乙方，咱硬气起来，挑你喜欢的，挑你信任的，挑希望被服务的。买保险就是买平安。本节目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文涛在成都等你，上芒果 TV 搜动感青春派对，抢4月16日成都站门票。芒果 TV 首页下拉，玩综艺同款小游戏。来了，谁的响？是我的电话响了。喂，你好。你好，稍等一下，我们看一下你的声音能不能再大一些。现在呢？没声了。你说话，请持续说话。挂了是吗？我要按下计时器了啊！我可以打电话了。哇 ，AK 总是第一个。第一个打电话，没想到莫大的打击。你没这个机会了。我前男友就姓刘。这挂掉，对刘过敏。是。打给杨姐是因为我觉得她身上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未被发掘的内容，所以很想跟她去做沟通。第一通电话。喂，你好。太好了，你好。杨蕊清老师你好，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刘章，然后今天是第一个跟您这个连线的风控代理人。那我存在的这个意义呢，是帮您去倾听你的疑虑，然后帮您解决您的问题。好的呀，谢谢刘章，你给我打这通电话。那我想知道您的这个家庭构成是如何？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委托人，代际的岁数差别很大，所以家庭结构分析图就有这些必要性了。您的父母是否健在？我现在在我的这个小家里，还在世的成员是我的外婆和我的妈妈，所以我现在是相当于说有2位母系的大家长，是需要我来给他们安排养老和未来的医疗和保障的事项的。尤其是我的妈妈，因为我妈妈是我的遗产的继承人。提到遗产，那您对遗嘱这个事情怎么看？遗嘱这个事情，
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爱规划的人，那我生前已经规划了，其实死后的事情我也可以规划上啊，我并不排斥做这个行为去讨论我的遗嘱。那想知道您现在身上有没有一些比较基础的资产配置？我现在最大的资产其实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共同购买的这个房产。做遗嘱去规划这部分份额的话，我的多少是能顺利的给我想要继承的人呢？我想把这部分给我的妈妈。其实有些内容在遗嘱之前，首先要规定的是你们俩的产权的这个份额，就你们房产证上这个产权归属有没有倾斜规划好1人1半。现在是有明确份额是按50%、50%各一半的。既然这个产权的这个分配已经分配好了的话，那这个遗嘱的话，我们后期用这个专家的团队去帮您去立的话，我觉得并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刘璋展现出了他非常缜密的思维能力，他又有专业又有勇敢，然后他的能量传染到了我。你们既然不打算短期内结婚的话，那有很多这个法律上面的风险是可以提前，就是通过书面的方式去做一些分配。那这个事情最好的话就是提前做，然后我知道那个您和您的男友现在的关系非常的好，那我也不希望有任何事情去做到这个伤感情的情况，但是这并不说明你不应该被保护，那一定是有一个人有一个存在可以做你的专属毒蛇，我是非常愿意去做这个括号打引号的坏人去保护您，因为我们就是为此而生为此而存在的。那我作为你的这个风险顾问差不多啦。没事，我还是给你们留点时间，我会最优先先只考虑你，然后再以一个那个非常良好的这个理想的情况下保护好你们2个人，这是我愿意做的事情。好干练的表达哦，然后直击内心，我去做坏人。所以我很想争取这个机会。请姐不急着选。你的表达和你谈的一些专业术语让我对你非常的期待。我会更欣赏有勇气的人，但是我也不会放弃后面的机会。我也想再听一听别的电话，可以吗？当然没问题，我很有自信。感受到你的自信了，我也很期待见到你。拜拜。哇，第一位就让我非常的不一样哎。因为我们要保护自己的时候，其实要谈清利益分割的时候，通常都会碍于亲人呐、爱人呐。没错，谁不想要专属来帮我说这些话的人呢？是的，就有一个人替你说坏话，很理智、很清晰、很有条理的给到专属的意见。对，你好厉害呀！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和紧迫感的，相当于是我们要抢这个时间，要去抢姐姐。我去打一个，我的策略是选择只打给一个人，我选择的是倪虹洁老师。我接了，好。Hello， 喂，哎，喂，你好，你好，倪虹洁老师，你好，不知道您现在方便说话吗？我现在方便的，你说，好的，现在声音稍微有一点点小，能听清我说话吗？这样能听见吗？现在可以。好，这是无线的。倪虹洁老师你好，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孟雨桐，是今天的一名风控代理人。首先是非常开心可以跟你有这个电话沟通的机会，也很开心。我也是非常多年的粉丝，我小时候看《武林外传》，后来又非常喜欢您的那个《阿琴神话》里面的 Gloria 角色。就首先是代表粉丝还有女性观众朋友表达对您的喜爱，就真的活成了我们这一代女生很多人想成为的理想的样子。谢谢啊，你的声音很有感染力的我。我希望通过我表达我是他的粉丝，去拉近他的距离，因为我不希望一上来就是个很冷冰冰的状态。非常开心今天可以跟你交流。我现在脸都感觉发烫，我都不知道
你看压力很大哎，对啊，我刚才还很轻松，怎么现在笑不出来？想要了解一些您更多的背景信息，我之前是在您的短视频里面刷到您说有11只猫和2只狗，现在13只猫2只狗，还是在跟你一起居住吗？在家里吗？对，现在13只猫2只狗。他们如果平常生病的话，一般都是什么样的情况？是送去医院，还是说给他买了保险？其实，宠物生病其实开销是挺大的，但是我是想说一下哈，这可能是我在诉求里排队的话，可能是排在比较后面的，因为其实我还有挺多别的诉求。那除了宠物之外，您现在排行比较高的需求主要是什么呀？我的孩子因为，就是对南方的原因，就是我的孩子是被送到国外了嘛，所以其实在我的往后的可能几十年里面，他的跟我相处的时间不会太多。然后我身边的化妆师、我的经纪人们，他们跟了我10几年的，包括我的闺蜜，我们几十年下来了。那这么多人，我希望其实像一个小团体一样，过好每一天，有质量的、有品质的、有医疗服务保障的。明白。这一部分是我比较重要的，包括我的男朋友什么的，就是在眼前的人都安顿好。除了血缘关系的亲人之外，我觉得挚友也是非常重要。但是因为在法律上面，这个对他们是没有任何的保护的，所以我就说，我要是有钱，有一部分遗产是希望要给到他们的，这可能是我能做到的吧。明白。那目前了解到信息，首先是可以跟您的闺蜜一起去一些康养中心，这样既可以满足您的群居生活的需求，也有一些相关的医疗设施，包括娱乐的方案是非常适合您的。然后因为今天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还是非常希望跟您有见面聊天和沟通的机会。你要选他吗？我想再听一下，谢谢你，雨桐。不会是上过班的？你完全不会卡词哎。真的吗？因为我喜欢。你接话的时候，你完全也不卡哎。优秀。他说话很有亲和力，但语速也特别快，然后我就插不上嘴，然后就。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沟通，然后一会儿会再聊，然后再选。我疑惑还挺多的。一会儿可能会有一个组来为你服务，然后组，对对对，我这个甲方可以啊。对，那我打一个。风控代理人，风控代理人哈。哦，妈，我手都在抖哎！等一下，怎么会是滕九州？加油！来吧，我现在已经做出了甲方的不是我。你好。喂，你好，我是九州，然后是一个很专业的这个风控代理人。或者说开个小玩笑哈因为我是一个很专业的风控代理人嘛，所以想聊一下那个给你的一些我能做的那个给你的一些保障然后我目前是对你有一些了解的，我看过你那个《心动的信号6》然后也知道你和那个猴哥感情很好，然后我也特别羡慕你。勇敢追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然后我想问一下，那个猴哥那边父母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可以方便透露一下？他现在爸爸依然在工作，然后还没有退休，然后妈妈的话也是个体户这样子。然后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汝晴你这边的父母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妈妈现在是60多岁，然后她已经退休了。我爸爸在前几年就是因为突发的癌症去世了，这也是我现在有一点害怕的原因，就是我爸爸其实是有点癌症的
这个基因在我，所以我不知道我自己会不会也有这种潜在的风险。我觉得，你们两个身上的责任还有需要处理的事情也蛮多的，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站在一个相对来说专业的角度去给你一些建议啊。然后我是想说，你们两个现在肯定会有一些共同的一些工作的成分是捆绑在一起的，是这样的。想要保护自己和想要保护对方，我觉得这个金钱上面的更清晰的了解会更好一点。九州很细腻，那我需要一个人去挖掘我，那他可能要更进攻型一点。谢谢九州，期待一会见到你。好，挂了，拜拜。还是想多和几个代理人聊聊，再做决定。其实九九他是一个很细细的人，因为他问到了你男朋友家庭情况的人。对，所以九州是属于他会站在你的立场比较宏观的去看这个事情，而不是只是单一的。我不好意思啊，刘璋，做个嘴替。再打一个吧。可以打2个啊。可以啊。因为没有被选择，所以我想争取一下倪虹洁老师，通过跟汝晴的这个交谈，去让我更充足的经验和把握去跟虹洁姐去沟通了。哎，你有电话？好了，我接个电话。Hello。喂，你好，倪虹洁老师，你好，我是九州。哦，你好，我刚才听你在跟洋洋聊天。啊，是吗？我们都能听到，然后我给你们每个人都打了一个分，然后我给你的点评是你问在了点上，而且你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孩子，而且很注重细节。哦，谢谢谢谢，我得好好跟你聊聊，因为我也很喜欢您。然后我知道您现在是年龄是48岁，属于女演员的黄金年龄。没到呢，我们这一行越老越值钱。对，女演员的黄金年龄是任何时间。然后您的家庭状况我也有一些了解，现在是离异的状态，然后是在恋爱当中，然后您有一个孩子。插个题外话，其实您跟我妈妈特别像，她的状况跟我妈妈很像，所以我觉得我更容易代入一点。因为我妈妈也是有了我之后，然后离异的，然后她当时离开家的时候，也是相当于净身出户的一个状态。然后，所以我作为儿子，我是很关心他这种健康情况，然后包括他的资产的这些分配和风险啊，这些我都会考虑的，所以我觉得更容易代入一下吧。所以我就很能感同身受你的辛苦啊。然后我先简单了解一下您的家庭，您父母的年龄大概多大吗？我妈是72岁，属马的，跟我24差。我爸是属蛇的，比我妈大1岁。啊，73岁，好。但是问题，我补充一句哈，我姑姑和姑父也未育，所以他们没有孩子。然后我妈妈又再婚，还有一个后爸，所以其实我需要的是5个人的一个赡养。那其实承担的压力还蛮大的，因为家里人真的蛮多的哈。蛮多是好事儿，是好事。您身上的责任也很重大。其实我觉得，除了刚才我说的哈，我家里人的养老问题，我身边的我跟了我到现在为止10几年的经纪人，往后可能还有几十年，我身边的最好的朋友20-30年，然后也是需要抱团取暖的我们这些人，我想再给他们留一块的，因为他们不在我的法律范畴之内，包括我的男朋友哈，就是那么久，其实我觉得也不能亏待他们。我现在能感觉出来啊，您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然后把自己的身边的人都需要打点得很好，您才会很舒服的过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您是这样的。
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希望如果我突然有个意外的话，那我需要立一个，就是谁来决定我拔不拔管，我是不是需要继续治疗，我是一个什么生存状态。但是这一部分我不希望我的家人或者是我的至亲来决定，因为他们是有感情色彩的。我太理解，就是作为家人，你其实就很难放手这个一个生命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你需要一个议定监护人。另外，我这边建议是，您可以做一个这个有承担某部分义务的这样的一个遗产的赠与。其实我觉得比较放心的，就比如说，您其实父母也年事已高。然后如果您身边有很亲近的朋友，您可以真的在遗嘱上面有一部分是有这个赡养义务的这个遗产赠与，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这样您能把身边的这一切都照顾得很好。这个点有一部分是有这个周周，我现在想做个决定，我决定见见你，我觉得你挺适合我的，我就想跟你面聊，然后因为电话这个来回，其实还有一个滞后延后，我又是个急性子，我很欣赏你这慢条斯理的说话性格，我们可以互补。好，那行，那我现在初步也有一个了解，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了。那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见见面，好不好？见面吧，你现在就走过来。好的，姐姐，那不打扰您了啊。他还不打扰我，太怪了。我们现在来确定一下，在九州和雨桐之间，你的意思是你选择了九州吗？我不是不选择雨桐哈，只是打动你的点在，你在专业被我认可的前提条件下，你跟我能感同身受，你有人情味儿，你仗义，我就选你。被九州的真诚打动了，明白？就你觉得被共情了，被共情了，你姐用很高端的话术终止了这段谈话。他说什么？说，那我们电话这边也有延迟，那我们有机会见面聊聊吧。他可能在是选你吧？不是吧？你已经有机会了，小伙子。真的假的？他说杨姐也选你，你姐选你怎么办啊？哎呀，对呀，天哪！那我就只能反选喽。从未见过，从未见如此张狂。哥，你要下来还是？我想先来的。那我最后打。那我打。对，去吧。喂，您好，我是那个人身风险防控中心的这个风控代理人李金叶。金叶你好。刚才我的同事们应该也跟您聊过有关这个资产方面的一些问题，是吗？对的，聊了一些共同跟我男朋友有财务重叠的房产这一块。您们是通过一个什么方式去还贷？我们双方都把钱注入到还贷的这个主账户去向银行进行还款。哦，明白。所以是您的账户还是您爱人的账户去支付呢？以他的名字开的账户。他是主贷人，因为我俩现在只能是合资的关系。但是这个其实您刚才提到一个主贷人，但其实这种法律责任上来说，你们都是要承担相等的责任的，就是同等责任的去追索你们的这个贷款。比较需要去防范的东西是在于说，因为你们没有进入到婚姻关系，所以从这个法律角度来说，你们可能还不是这个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您的这个资产或者说您爱人的这个资产通过这个继承，如果到了父母手上的话，可能就是中间会增加很多的沟通成本。所以这方面的话，其实如果你们没有配置一些说针对这个房产的一些预嘱的话，那它就会有一些对应的风险在里面。谢谢金叶，不愧是律师出身的人对，就是之前有一些律师工作的背景。这边夸他了，但是钱问题，然后给
到您一些法律上线下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聊一聊您这个具体的一些问题。因为这边我还有其他同事也需要去继续聊这个，然后我这边是敬业，然后也期望能够跟你们分享喜悦和分担焦虑，一起向前走。好，再见。敬业他就像律师一样，很专业、很严谨，挺打动我的。我是敬业，我可以替你分享喜悦，分担焦虑。怎么不分担我们的焦虑，给我们制造了焦虑？你好。哦，老师好，辛苦了，今天回答了很多问题。然后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高清晨，但是老师可以叫我小九就好了。好的，小九。杨老师，今天我其实呢，我不想来当什么风控代理人，但是我今天更希望的是，我们交流完了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朋友。所以今天其实可以轻松跟我聊就好了，因为反正我肯定不卖你产品的，这个可以放心。好，我们多了解，你就可以多输出针对我的方案。太好了。它是有亲和力的。对。那因为现在我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我就列了出来几个特别简单的问题，然后想了解一下。第一个呢是杨老师现在是最担心什么财务问题呢？可以简单跟我说一下。最担心其实是我妈妈的养老问题，而且她是一个小镇的女性。我想把她的养老的事情安排好。我想说，如果我的钱给她的话，她如何去分配这笔钱，如何去防诈骗，让她能够安享晚年，做她想做的事情。明白，因为这个点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做了一点点研究关于杨老师的家庭背景嘛。然后我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的点，因为我也是妈妈养长大的。您刚刚所说的这一切，我真的特别能理解，因为我也是99年，我们年龄是比较相同的嘛。你跟我男朋友一样大。没事，姐姐，一切 so fine。小九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发现他表达非常的流畅。虽然我们说这个事情会有一点点早，看起来，而且很细腻，其实很抓我的点。我们时间快到了，那我们要先挂咯。好的，没问题。还挺累的哈。好厉害！你好 slay 啊，刚才。还挺累的哈。哦。挂了电话超级 slay。拿下。没有，但是挺好的。那我挺好的。现在代理人对委托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但我们现在优先开始先解决你的问题吧。好吧，就是你看他自己也琢磨说，我要不要立一个遗嘱？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爱规划的人，那我生前已经规划了，其实死后的事情我也可以规划上啊，我并不排斥做这个行为去讨论我的遗嘱。其实很正常。现在像比如说中华遗嘱库里面的30岁以下的年轻人立遗嘱的这个速度是在指数级上升。从2017年到2023年，90后立遗嘱的增长是11.2倍，平均立遗嘱的年龄降了10岁。我大概理解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大家不是真觉得说终点怎么办，我觉得大家其实是在为你之后的所有的事情去做一个安全性的保障。对的，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案例啊。之前有一个女商人，家境还比较殷实。那她早年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做生意就是失败，背了很多的债务。那这个女商人就不想拖累自己的家庭，所以她就跟丈夫离了婚，也把孩子给了前夫。过了几年之后，她又重新找到了一个商业机会，东山再起了。但这个时候，她又跟另外一位男士
重新组建了家庭。但是重新组建这个家庭之后，其实他并没有跟后面的这位先生重新生孩子，但是后面的先生带了一个继子过来，然后呢就发生了一个极端意外，他在外地出差的时候就是突发急症猝死。那在这个过程中，他肯定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嘱或者任何身后事的安排。好，那这个时候肯定就要涉及到遗产的分配了。那他上面还有一位自己的妈妈，然后他的亲生儿子和他现在的继子，还有他的老公，这4位都是他的法定继承人，对不对？对。那好了，那他的遗产就应该25%，4个人均分。但是这是什么？哪一部分的25%呢？是她的夫妻财产的那一部分，对的。所以她老公先要拿走50%，她的亲生儿子只能拿到这50%的25%，所以只能拿到总数的12.5%。对的。相反，她的继子能拿得更多一点，到最后。对。所以这个事情一定不是他本人想要看到的。听完以后，我觉得遗嘱是必须要做的。我今年回老家的时候，我跟很多朋友聊天，我发现有人做了甲状腺手术，然后有人可能生了其他的疾病，我就意识到原来我们在这个理论上应该很健康的年纪会有意外发生。如果我发生意外的时候，那我妈妈的养老问题怎么办呢？因为是我们共同出资，而且共同用收入去还房贷，然后就比较清爽。但是如果我发生意外的时候，它就不清爽了。然后这样一个情况下，那我妈妈的养老问题怎么办呢？那我的份额怎么样能给我妈妈？这个是我现在想做的事情。其实看起来是一个人的遗嘱，最后其实是一家人的关系。没错，我觉得我们应该安排一个家庭会议。其实有可能是一家人去把那些平时可能避讳着，平时也不太好意思说的那个事情放到桌面上捋一捋。这个家庭会议呢，我可能要设定一个场景，因为上门拜访也是代理人专业支持的常用方式。可以设定在我家，因为我正好新买了一个小房子，就新家。好，然后我们的角色长这样哈。我扮演你的姨。好的，小姨。我就会站在怎么对你妈妈好，怎么对你好的角度，你就扮演她男朋友的小姑，站在她男朋友的立场。我保护小猴的利益，因为我是他姑姑。对，一会儿代理人也会来，你们俩观察的过程当中还能再选。那我就先去代理人活动区去发布这个任务了，好吗？告诉他们俩选择的那个结果。好的，好的。Hello， 老师，来，我先公布一下结果，好吗？那首先，杨汝晴老师选择了我们的刘璋。他是第一个给我打电话的，我很惊喜很意外。他呈现的专业度简直就是刷新认知，我觉得耳目一新。我是非常愿意去做这个括号打引号的坏人，去保护您，因为我们就是为此而生，为此而存在的。而且他很有自信，他的能量感染了我，让我相信交给他是没有问题的。我要给他更多的安心的这个信息的输出，而不是给他制造焦虑的话，那我作为一个知识储备强大，然后我有一个非常稳重的心态，一定是加分项。我们的倪虹洁老师选择了我们的啾啾。九州是在专业被我认可的前提条件下，跟我能感同身受，你有人情味儿，你仗义，我就选你。我更能够让他感觉到我很在意他，相当于把自己的脑子放到他的身体里去想他的故事，想他的这些风险应该怎么把控。
接下来你们就要和他见面了。我们首先去见第一位委托人杨汝晴。见面场景的设定是杨汝晴与男友的双方家长都在一次家庭会议。那在这场会议中，杨汝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完成，就是立遗嘱。所以邀请你们从风险防控的角度帮他去完善遗嘱，而且基于遗嘱的诉求对他进行风险的识别。明白。接下来被杨汝晴选择的代理人刘章和未被选择的代理人一同前往模拟室。你们还要再争取，因为还会再2次筛选。哦，我们加2倍油。机会来了，我要去更主动的表现自己，大胆的争取。那在这个过程中，啾啾可能就会在另外一个场地准备接下来倪虹洁老师的模拟场。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2中午12点双更会员抢先看。打开芒果 TV， 搜索芒果勋章馆，完成初入职场勋章任务，解锁多枚专属限定勋章。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行，那具体问题到时候找老师可以。对，我会在隔壁的我的办公室。你们先去吧。我是被选择的，不好意思。无语。出发吧，我们4个先去。那我去上课了。对，我去找老师。周周加油！该加油的是你们。好过分！欢迎来到我的新家。我是杨汝晴，今年31岁，有一个相恋3年的男友。今年我和男友合资买了房子，有了自己的小家，也一起背上了房贷。那如果意外发生，我们的共同财产该怎么分割呢？然后我妈妈的养老问题怎么办？哇，小猴来了，来了！哎呦，哎呀 ，hello， 小猴，侯哲成先生。好，老师好，老师好。你好，你好。老师好。不用叫我老师。你好，我是你姑。对，今天是我姑姑，这是你姨妈。对，我是她姨。坐吧。坐。哎呀，你们那个新家布置的不错呀，全是双人照，4季的照片都有。哦，这叫走过1年4季吗？对，这是冬天下雪。哇，这照片拍的好好呀！这是夏天，然后这个是秋天，青春一点。这是校服 look， 校服 look， 看看。海魂衫。对，我们穿着校服。哦，你们是就是有意就是做一个纪念的是吗？希望你能参与我之后的人生。同意了。你看这啊，都贴脸这儿啊，挺好呀。不是，他是那个贴脸还有一个。他画了心，拿他口红画的。谁的创意？你看他的。哎，你们现在很多综艺都是按 CP 出的，对吧？不一定，看大家。就是一般都是买它送我。你这算客气还是真实吗？算客气。再见。做饭谁做呀？他做。偶尔做还是一直做啊？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一般都是我做。比如说他的家人来的话，也是我做。啊，那吃完洗碗谁洗啊？那肯定是我洗了。对，特别好，一直保持下去。看这点还是男孩子就应该多干点活，对，倡导这样的男友。小侯，咱今天要聊一大事儿啊！我这当姨的，我必须得问一下，就是你们看上去那么甜蜜，你们有什么事儿吗？怎么？你知道今天一聊风险，他要干个什么事儿？你知道吗？他要写个遗嘱。遗嘱？你有事儿你是不能瞒着小姨的。他有没有像对外那样对你好？
就是他有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你需要一个遗嘱吗？不至于吧？我是第一次听到他想立一个遗嘱，比较震惊。他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底层逻辑是什么？他是不是哪里不够幸福，或者说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就没有跟他聊过可能我发生意外后的事情，因为他并不希望我提意外。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讲清楚，例如说我先把钱摊出来讲，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清楚了以后，再叠感情的话，其实对感情来说其实是好的。所以我也会现在告诉你，我想立一个遗嘱。我不太认为感情上在很浓烈时期的话，能够当成真正法律上认定的东西。我也很建议情侣在很相爱的时候，其实提这些问题，反而会让你们关系更好。正是因为他真心待我，我反而不愿意去贪图他的财产，不归属我的部分，我也不会去争取，他该有的，我也会给他。我觉得有些情侣他们的性格不一样，就会划分的比较清楚，我觉得是好事。但对我和他来说，我们俩都非常了解彼此，然后也了解彼此的为人。我是觉得意义不是特别大，对于我来说啊，对我个人的观点，我不会觉得说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而我是觉得感情才是我情感价值中我觉得最 top 的那个级别吧。你怕什么呢？我怕的是，那我人不在，那感情没了，其实就不知道那时候他跟我妈妈会不会有一些纠纷啊，或者有一些争吵。我很害怕别人吵架，我更害怕别人因为我而吵架，然后因为我发生争吵，我内心就会很痛苦。那还不如我生前把它理清楚，到时候直接照着办，就大家都没有争吵。实在不行，到时候就是我追随你而去吧。我追随你而去吧。这个话不要讲，不要听。这种话没有人信的。对啊，我告诉你，阿姨几十岁的人了，说感情好就追着他去，这个我不信的。我不信的，我也不信的。现在是很现实的问题。小红，我订了一个饭，你去等一下，好嘞。好，我先去拿饭。你刚才一直很小心翼翼的看着他，就是你还蛮顾及他感受的哦。你就是这样一直啊，我还是角色是吧？你看小姨的状态，小姨还是很难过的呀。小姨几十岁的人，小姨都没有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就你妈60几岁，你外婆这么大岁数，我们都没有想你要怎么样。然后你现在31岁，你跟我说要立遗嘱的，小姨怎么想了？你妈肯定要说我对你不好的呀，你妈肯定要说的呀。就我想想，你就那么年轻，我告诉你，工作不要太累的。你工作一累，那是就现在你年纪轻轻说要立遗嘱的，小姨想来想去，我觉得是很心酸的。你有点什么事情，你妈怎么办了？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很可怕，所以我得去想，我得替我妈妈去做这个勇敢的事情。我不想让她来想，我也不想让她像小姨这样难过。因为我妈妈跟我是小镇出来的，她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金融的知识。然后今年是外婆腰伤了，她不能到外地，不能坐车，妈妈就在照顾外婆。我小时候也是外婆养大的，所以今年我回家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妈妈确实是毕生托举我，让我能从小镇就走到大家面前，然后走到上海读书。所以我就想说，尽量的给我这个家留下更多的钱，以及把她的养老给安排好，这个是我现在想做的事情。嗨，老师好，老师好。嗨，你好。 Hello。哇哦，哇哦，哇哦，
老师们好，老师好。你好。哪位是我选的代理人？是这位。你好，难怪你在第一位。他们都很专业的，就是要来解决你的问题啊。我是他小姨啊，然后那个就是我是小侯的姑姑啊。啊，姑姑好。对，小姨就一个想法啊，就是问题都要解决，就是不要随便是遗嘱呀，难听了啦。小姨坐着聊，坐着聊，别急别急。先坐下来吧，坐哪里啊？你们坐，没关系。我们就是坐地上也可以。我们这里可以坐地上，真的没关系。我们每次都很像家一样。我们端个椅子过来就好了。对，都可以坐的。谢谢。我叫了饭了，一会儿就来的。好，谢谢小姨。刚才在电话，其实他听到你们的声音，都没有见过你们，你们要不自我介绍一下呢啊？好，我叫高庆成，小九，就是最后那个。你好，小九。老师好。啊，大家好，我是孟雨桐，小梦，叫我小梦就好。小梦，好。我是刘璋，叫我小刘就可以。我是李金燕，叫我金燕就好。金燕啊，那么年轻啊？啊，怎么我是？因为你声音听起来非常专业。少年老成。老是吗？我也说是一个地点。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就是很古板、很刻板、就很稳重的中年人，长相和你的少年老成不符。上过点班，有带点班味。先看看谁帮我解决一下，小姨觉得遗嘱是一个不吉利的事情。我们先不提那2字儿。我们就是安排，我们这个叫未来安排啊，这个好听一点。对，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就是你们先安排嘛，先不要说那2个字。小姨每次听到都要抖一下，我告诉你。我们觉得可以先不去触碰这个最不想去面对的这个话题，在这之前其实还有很多更小的，但我们更容易面对的问题还没有达到解决。因为杨姐，你现在是家庭的经济支柱，那最重要保护人反而是你。就在飞机上，你要先给自己的那个氧气面罩罩住，才可以去保护自己的家人。那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的话，你应该先给自己配备的是安全相关的、意外和医疗相关的险。我先跟您就是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在我们这个社保之外，社保当然是最重要的，社保您也有交。社保之外的话，它会有一些医疗险，比如说100万医疗险。阿姨，她真的好专业哦。那100万医疗险它本身不是一个很昂贵的这个保险，其实非常的便宜。吓死我，因为要把100看出来。100万医疗险的话，就是它可以给你赔这个手术费嘛。出什么事情啊要？比如说它特定的疾病。那它有门槛吗？就比如说你得什么病，我是不管的。那我这种硬伤会不会影响我的钱啊？30多块钱一个月，是在哪里买啊？那我30几块钱是买一个病种啊？哎，那个，这个一会儿再说啊，这个一会儿饭桌上。好。我们现在趁着小侯不在，先把那个就是跟那一部分有关系的先说一下啊。跟小侯有关系啊，那部分的。好的。晴姐的诉求其实就是有在如果意外发生的话，母亲有一笔经济收入可以帮助她继续进行养老，是这个意思吗？我只是想把我所有的一切，就我的存款、我的理财，包括我的房产，都给我的母亲。那小侯怎么办？因为现在其实没有存在事实的婚姻关系，所以他暂时还不在我考虑的这个范围里。50万现在是他的，50万是我的，那我的50万其实我是想留给我的母亲啊，是这个意思是吧？那我通情达理，我觉得可以。我们家小侯占多少就分多少。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哦，就是假设我现在的房子是100万。这是总价，首付15%，我只交了15万，然后剩下全部都是还贷的形式，要还30年。假设分房产，我一半给我妈妈，或者全给我妈妈，这个基础上，我到底是按照我已还贷的这个份额去，还是以房子的总额呢？对，其实这个事情像如琪你刚刚说的很对。所以我们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这个情感还比较好，也就是说我们双方都能够很理性，像今天来到这里一样做咨询的时候，提前把这个事情做一个事前的约定，通过你的遗嘱继承来进入到妈妈的这个名下。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中间会产生很多的
需要去聊的事情，包括房价折损啊。对，房价折损，以及说你妈妈是不是她真的实际需要这个房子，还是说你妈妈希望说把现在已经付进去的一个房贷以一个什么样的折价方式出来？哎，我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万一有这样的事情出现的话，就是他妈妈要还贷款了啦。如果你要接受这个房子它的一个资产价值的话，就是当你去继承它的价值，你就要去相应的去继承它的债务。你可以配置一份寿险、意外险，万一杨姐有任何的问题，保险公司会赔一笔钱，就是到你身上，或者说给小侯都行，把这个房子就给他买下来了。那买下来的这个钱，再用一半的这个现金去折给你的母亲，它会比较方便一点点。哎，我觉得你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我不是说你们家小侯那个，我们家小侯很善良的，对，你们家小侯肯定是个好人啊。我就是说极端情况下，这个房子份额上归他妈妈了，债务可以用保险可能发生意外覆盖，对吧？但是小侯不搬走，他可以不卖了啦。他当然可以不卖了。对，他不卖，然后他一直住在里面，那我姐他妈是拿不到这笔钱的呀，他不卖呀。我觉得小云你说这点真的非常非常的实际，而且现实中确实会发现，所以其实你也可以跟小侯去沟通，前提约定好。那这个是约定是怎么约啊？是公证吗？可以做公证的，因为您妈妈肯定不会说跟小侯住在一个房子里面嘛，所以如果他不享受这个居住的权益，那你其实可以享受两个方案，一个是把这个房子变现掉，其实这样的话小侯他也可以获得一笔资金，然后让他来找到一个新的住所。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如果我们决定不把这个房子变现，小侯也很喜欢这个家，那我觉得其实也可以让小侯来回购掉这部分的份额，然后以一个你们可能事先约定好，或者说提前决定好一个市场的价格。那小侯要没有钱呢？对啊，他要是短时间我赚不到这个钱呢，所以就可以把房子给折价卖掉。我要住在里边的呀。但这个时候，那我们肯定要这个方案它公平嘛，我们不能说鲁青的妈妈她既不住在里面，也拿不到金钱，这个确实不太公平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事先把这个事情聊的这么一个原因。哎，我觉得你们说的很有道理的。我去看一看小侯的饭来了没有，他们还是蛮专业的哦。哎，来了，饭。小侯真来了。Hello， 哇，好帅！好，这是他小姨给大家准备的午餐，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吃。谢谢小姨。我介绍一下，这是这个家的男主人侯若成，小侯。我是他的男朋友侯若成。你好。我们先入座吧。来吧，坐吧，咱们坐吧。谢谢。我们家小侯很厉害的，那当然。哎，钱也赚得不少，对吧？然后家务都是他干的。哇！我现场磕 CP 是这种感觉。哇！我终于可以在正主面前磕了。之前你看过吗？我看过。我团队特别喜欢你们，超级我团队。团队你不喜欢？我也喜欢。我也喜欢。他也是团队的一员。我当时还申请过去那个观察，观察室嘉宾，但没过去。没关系，你现在就在观察，坐我们对面观察。太接近了。那我现在有跟你说啊，好，现在洋洋要立遗嘱啊，但是这个，对吧？你们共同的房子，他可能就是想把我的份额留给我的妈妈。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讨论的时候发现的。我的份额转赠给我妈妈，那我妈妈也会承担这部分房贷，且她也不会居住进来。明白。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死结，那我们就要理一理。例如说是你愿意把我的份额回购，这个房子完全属于你，这个家就留给你做纪念。当然这也会有另外一个问题，第一你的房贷就会变得很重，看看你能不能 cover。就其实我这个人，大家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其实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谈钱的一个人，就是我一直都觉得谈钱非常的伤感情。对，他觉得谈钱很伤感情，所以我们很少谈。可以理解。如果真的有那种情况发生，我不是自夸，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江湖气的人，就是我们混就是出来讲义气。
小侯啊，我跟你说，义气不能当饭吃的。当然了，姑姑也是希望你好的。那你万一有低谷的时候，亦或者你可能还会有一笔债务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来考虑，你这个房子你卖掉你住哪儿？你贷款你还不起，你怎么去照顾他妈妈呢？很现实的问题，你要想清楚的。其实我觉得摆在明面上来说的话，钱可能分割是法律层面的问题，而我在我心里哈，我这个人来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情理上面的问题，而且我这辈子不可能就只赚一套房子的钱吧。理解，所以其实你会优先，就你把我的份额变成100%是你的，然后这部分折损的钱交给我妈妈养老。如果你是想这么样的一个做法的话，我是100%完全支持你的。对，而且话说回来，说到这个房产的问题上，我们其实为什么会购置这个房产呢？我们其实有考虑，就是我们下一步的一些人生大事、人生计划。但是我想的是，我必须要在之前给他一个安定的家。我这个人不允许，或者说我接受不了，我跟他进行下一步了，但我还带着他租房住。2个人要成立一个真正的家庭的话，他不能接受依然是漂泊的状态。那么我们希望有一个固定的居所。那我们就通过买一个房子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是的。哎，我实话实说，有些事情其实就是还蛮重要的。就他上面现在3个老人啊，他妈妈、他外婆、他外公，哪天真有什么事情的时候，3个老人啊，光有钱有什么用？就他还要很多别的安排的。而且我觉得现在我想给杨老师以后，譬如说，就是以防万一以后杨老师发生极端的意外的话，就是这个钱就算留给你母亲了，你母亲能够留得住这个钱吗？因为现在有很多我们所知的电信诈骗。所以我还想给你母亲考虑到一个监护人，议定监护人这样的一个方面，是因为我觉得除了陪伴以外，有一个人在帮您的母亲考虑更周全的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得你，因为现在我们是未婚嘛，然后其实法律层面上你对我母亲没有赡养的义务，但是我母亲指望上的您也不多，我肯定优先想祝福你。就是相当于说你承担一部分赡养我母亲的责任，那这个时候我的一些存款呢，就也愿意留给你一部分，但是后面如果婚姻状态发生改变，或者说我个人的各方面发生改变，都会遗嘱再更新。不觉得很浪漫吗？超级，因为你是他唯一一个就100%相信的人。但是我是觉得，我更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发生。那当然，这个只是我们特别极端且最坏的情况下。所以可以吗？说实话，都到了那个时候了，还说啥呢？这个还说啥呢？这个，你愿意？我当然愿意啊。你想好，这个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的，很复杂的。因为老人他生病，就是老人他生病需要陪伴，很多照顾的事情，很辛苦的事情。就是你想你自己还有爸妈，你还有小姑，就是我们管2个老人已经很复杂的。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要管5、6个老人，你管不管得住的？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觉得情感最重要。什么叫能力范围嘛？我们就考虑实际情况。这个事情，你看他们在广西，然后你父母在哪里？四川。对呀，所以你就是要掰成几半的呀，你做得到还做不到？就是你是不能光想说你跟谁感情最好，他要实际可操作的。你实际可操作是什么了？你实际可操作的了？这个我觉得，哎呀，我们家小何太难了。因为是这样子，我觉得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你们感觉肯定很好，肯定是非常乐意去做这个事情，也相信小侯的人品，他肯定也愿意去做。但是我可能想要进到最努力的时候，没有专业的医疗资源和护工，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专业的金融工具，它配置的一些医疗资源，给你提供一个托底和保障。这样你万一没有办法异地监护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人去帮你照看和照料。是的，就我们还是得花钱。再请一些人给一些专业的护理，没关系嘛，这个不冲突嘛，就是情理上我们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东西可以约定好嘛。是的，就是我可以给情感上的一些肯定的答复，合约上为了保险一点，我们可以再立一些，比如说你想立的一些合约，这些都可以。
我现在大概理解一下，他妈妈养老嘛要钱，对吧？所以现在就他们房产啊，他如果以后有钱的那个分配啊，这个事情搞好了，然后他妈妈还需要有人照顾啊，这部分可以用那个你们说的那个什么议定监护人来做，对吧？这一部分也搞好了。那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比立遗嘱重要和紧急的多，你们要有婚前财产公证，你们在意不啦？其实可能小姨担心的不是现在这个状态，而是说万一你们进入到了婚姻，可能哪些财产它会变成一个夫妻共同财产。对，就这个还是要摊开来说清楚的，是的不是说谁防着谁，就是大家都要有一点安心嘛，对吧啦？是的，保护好自己也是保护好对方嘛，对吧？就是有一个婚前财产协议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俩的收入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等到结婚之后，你们的一些外务支出，因为你毕竟作为情侣 CP，你们可能还会有一些分开的商务，或者说是不同的收入，可能不同的价格。那这部分的话，可能要明晰的就是婚后之后，它全部都是共同财产。比如说，如果你是不能接受你们婚后这部分要混淆成为共同收入的，你可以在婚前通过婚前协议把它分开。就是要列好哪个是我本来就有的，然后婚后才有，就是这些得分清楚。是可以这样写。对，其实可以考虑作为一个分割，然后你们可以合体出席的部分，然后再进入一个共同的账户，这样共同去支出。这个慢慢想，不着急。对，你们可以跟他商量一下。如果说婚前协议这件事情带来的好处，其实能够超过我们为此带来的一些感情上的磨损，我还是支持这件事情的。听你的，因为说实话我是都可以的。你今天叫我说，今天我立马签一个字，就是说这个房产100%归他，我现在立马都可以签。哥哥眼神都失焦了。作为男方家长，我也很担心啊。哇塞，他好想谈恋爱。你这个恋爱脑啊，我觉得杨姐就不是那种会失去判断那种。对，你们俩是小猴更恋爱脑吗？肯定是，绝对是。恋爱脑不是坏事，我也觉得不是坏事，是非常重情义。对对对。而且我说实话，我一直都不觉得我是一个恋爱脑。就是我是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哇，恋爱脑发言了！不，还好你谈的是杨姐，还好杨洋脑子清醒，还好我不是一个坏女人，我是一个有良心善良的人。如果不是你，我也不会这么做了。这个房产100%归他，我现在立马都可以签。如果不是你，我也不会这么做了。这是我的责任。但这个心态很好，就是这个爱意很好。我的 CP 是真的。那必须是真的。就我们也不要赚便宜的，就是大家清清爽爽就好了，对吧？对，是的，这样才会更好的恩爱，不要有扯皮什么的。可是你很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情感就是会很充沛，只是大家把它定义成恋爱脑了。哦不，我觉得情感充沛不是，是情感充沛可以放弃很多的理性，对，才是，是他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正常的判断。所以我觉得就是越是恋爱脑，就不要降低情感浓度，而是用一些理性的方法能把它搞清楚的。就我们就完全感受到你对伴侣到底有多少爱，但是恋爱上头的时候，不一定就是做出了所有东西都是为伴侣好的。意识到的时候自己要控制一下，为了保护你的伴侣，有时候需要理性上去保护对方。在我们金融这个行业，会有很多工具来帮你决定很多当下理智去想的东西。是的，于情于理也应该这么做嘛。毕竟这个东西是光明正大的一件事情，就我们希望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符合理、符合术、符合法律，也许会对双方更好一些。那往下就是我来先梳理一下我的遗嘱。这个话题虽然很沉重，但是真的我觉得还是很有用。那我就先写一下。
这个机会我觉得特别宝贵。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人生听起来很复杂的一些东西，居然在1天的这么高强度的梳理下，可以落实到那么具体的执行。好，第一个就是我目前有一套房产，是我与男友侯志成共同购买的。然后我想把我所有的产权份额，我个人的50%由我的母亲继承。那么房产的居住权优先我男友，然后也优先我男友去回购我的所有份额，并给予我母亲现金。这个是我们刚达成一致的。然后第二个是，我想把我个人的全部财产份额，就包括存款、理财，都留给我的母亲。但是如果我的男友愿意负责我母亲指定的一些赡养的义务和责任，那我愿意把我的男友定为意定监护人。还有第3点就是说，我不考虑再拿额外的资金来做墓地，因为我不希望我爱的人去扫墓啊，或者增加很多的负担。然后我是希望海葬的。第4个就是我的数字账户。不想授权任何人进行登录，只做一个账号留存，我也不希望它注销。但是呢，也不可以在我账号上发布任何讣告的信息。我很感谢这个机会，让我跟我男朋友聊到了很现实的问题，且没有磨损我们的感情。如果我私下处理的话，不见得会比今天这个事情自然而然的发生会更好。我觉得他去承担这件事情，反而去证明了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这么一个人。作为他的伴侣呢，我也希望能够多为他承担一些责任。只要他需要我的时候，我肯定就会出现在他身边的。这个是我以上自己的一些准备。你看，我们今天遗嘱这个事儿真做到了，我们自己安心了。没错，没错。我现在要求我们的2位委托人，你们现在可以开始再选一遍人。你已经被选过了啊，你就不用了。所以这3位当中，你们可以各自再选一个。哇，可能会有1个人被落下，那个人会很痛苦啊。啊，是吗？这刚才其乐融融的。其实是全部选完是吗？每一个人都逃不了这个本。但是在真实的场景里，其实代理人们就是经常会被客户选择。那当然是，那当然。你们可以写在题板上，同时亮就好了。这谁啊？你自己选。天哪，你还有人商量？那小姨，你看你喜欢，因为还是要打动你，让你觉得信任、可依赖。你觉得谁比较专业？你愿意把我就是交给我？你最专业，我选你。我想选小九。然后我想要选小九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小九有点爱，但他非常努力的在给话了。哦，其实我是艺人啊，但因为这个行业对我来说会有一定的难度，是因为第一是我是个外籍的，只是我特别感兴趣这个，然后我特别的同情，因为有很多地方我是跟你很像的，因为我也是个长兄，我是。一切都是来源于照顾我的家的，所以我就是尽可能的去说出我这个想法。小九的共情能力很强，而且非常的细腻。他也是家里的主心骨，然后他有父母需要赡养，跟我的背景会比较相似，那我就选择他。如果现在只能选一个的话，我选敬业。谢谢。如果因为只能选敬业呢，因为我觉得你的条理特别清楚。当你去继承它的价值，你就要去相应的去继承它的债务。然后你是个很稳重的、可信任的、有专业背景知识的、比较值得信任的人。可能会有1个人被落下，那个人会很痛苦啊。好可怜，好丢人，没有人选择我。但是我觉得没关系，还有机会，还可以争取。
你别看那个你没被人选择，尚未被选择，我们就要跟着倪虹洁去解决她的问题了。事情总有两面性，乐观的人总有乐观的方向。我愿意为了姐姐。现在你们俩被选择了，所以你们俩就要回到你们的工作间去开始做方案了。好。你们俩呢，回到工作间，叫上啾一起到下一个模拟室，我们要去帮助倪虹洁姐姐来解决问题。我不是个条理很清晰的，然后我曾经又是个恋爱脑，所以我的脑子里很混乱，你知道吗？心里面塞满了信息。慢慢聊，没事，我慢慢聊一会儿。那回头见。好，回头见。拜拜。欢迎再来我们家玩。太好了。天下第2也挺好的（括号我装的）。这周周写的。我装的。我们2个一会儿跟你去开会。好，你们怎么样聊的？聊了遗嘱。聊遗嘱，聊房子。好仔细，我看看。啊，这是你想准备的问题是不是？对。怎么样？补课如何？补课还好，了解了基本大概他们这个标准化的流程应该怎么按照大的框架去。那我需要先了解他的资产状况是吗？没错。啊，这是保障型的。保障型的保险一定要先行。好的，我大概清晰了大概清晰一些了吧？啊。我就觉得我也捋顺了一些，更舒服了一点。哇，你果然是喜欢画图和笔记的人。是，喜欢画图。我觉得不被选中对我来说不是结束。我先走了。倪虹洁姐姐的模拟场，我会更用心的准备，抓住属于我的机会。Hello， 那个倪虹洁老师的代理人现在可以去到模拟室去了。其他几位呢？现在开始工作了，有什么问题吗？很多的，一会儿会去很多啊。Yes, very多。谁跟我去啊？我。走吧。小梦，加油哦！加油。我们到这儿要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深夜灯还亮，时间静默成江，迷雾里有导航，独行也不慌，让承诺凝成钢，给风险做减量，年轻的旅程通往从容的远方。清澈如灯，爱是归航，波浪甲方安然向阳，桂花为影照亮迷茫，青春作伴不负双光，让未来见证这守护的力量。当变数轻轻勾撞，时光漫过手掌，一直温柔守望，换未来晴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初入职场金融季，解锁更多独家互动和幕后花絮。上微博带话题出入职场金融季发博讨论，有机会获得节目嘉宾专属回应，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上百度搜索出入职场金融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